社公司安德鲁。最近有人留言问有关于监护宣告的问题，大家知道什么是监护宣告吗？或许讲净资产宣告，大家会比较熟悉。修法后的净资产宣告分成现在的2个类型和2个途径。第一个类型是辅助宣告，第二个类型是监护宣告。第一种途径是本人指定的议定监护制度，第二种途径是非本人指定的监护制度。在医院最常遇到的状况，病人因为中风住进医院，因为中风的状况很严重，病人的意识状况不佳，这个时候如果你临柜要领病人的钱，有些金融机构会要跟本人电话确认，这个时候本人就无法表示，怎么办呢？钱就没有办法领取，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代为处理。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是辅助或者监护宣告。或许你会觉得净资产就是净资产，为什么要搞成辅助或监护宣告呢？净资产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人无行为能力，但是辅助宣告或监护宣告就不一样了。简单来说，辅助宣告有辅助人，同理，监护宣告就有监护人，可以替代被宣告者的意思表示，代理相关的事情。就像是未成年人要买一个比较贵的东西，要有监护人在场表示，不然就视为无效的行为。所以如果我们用困难的说法来说，被宣告的人有精神障碍或有其他心智的缺陷，以至于他不能做表达意思或是理解意思的表示，或是不能辨别意思的表示效果者，法院得依申请人之申请为监护之宣告。此时该受监护宣告之人成为无行为能力人，法院除了同时选出一位监护人担任他的法定代理人之外，也会再选一位适当的人跟监护人一起开具受监护宣告的人的财产明细清册。这个部分就比较像是，如果有一个人要买糖果，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限制。在民法上，如果未满7岁的小朋友是无行为能力的人，买糖果就需要监护人代为行使权利。如果孩子长大了，足7岁，在法律上他就是有部分行为能力，买生活上的物品，依年龄的不同可以买自己的东西。当然，现行民法18岁即成年，有完全的行为能力，所以被监护宣告就比较等同未满7岁的孩子在法律上必须有监护人的同意。如果是辅助宣告，就像足7岁未满18岁的孩子，只有部分的决定权，重大的决定是要有辅佐人的意思表示才具有法律效力。有谁可以向法院申请监护宣告？在法律上规定，只有本人、配偶、4等亲之内的亲属。4等亲有哪些人呢？有父母、祖父母、子女、孙子女、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等。最近1年有共同居住事实之其他亲属，检察官、直辖市、县市政府或社会福利机构都可以向应受监护宣告人之居住所的法院申请。要怎样申请呢？第一，要写申请状，可参酌司法院全球资讯网站里面的书状范例。2、少年及家事或向各地方法院
少年及家事法庭诉讼辅导科洽询。第二，因受监护宣告之人申请人拟担任监护人及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人的户籍誊本各一份。第三，受监护宣告之人的医生诊断证明或身心障碍证明的影本。第四，其他法院要求提出的文件。第五，申请人可向法院推举监护人或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人选，并应检附同意书及亲属关系表，可参酌司法院全球资讯网站如何申请监护宣告之网页书状范例。二、少年及家事的亲属会议同意书继承系统表格式，并请依实际状况修正继承系统表。第六，要缴交申请费，依家事事件法第97条准用非诉讼事件法之规定，缴纳申请费用新台币1000元。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宣告的一个程序。法院为监护宣告之审理，会委托专业的医师进行鉴定，鉴定的费用需要申请人预缴，鉴定费用大概在1万块钱起跳左右。法院裁定监护宣告后，监护人及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人应于2个月内联名将受监护宣告人的财产清册呈报法院。法院因监护人申请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呈报期限，请参考民法第1113条准用第1099条。监护人不可以拿受监护宣告人的财产去做投资股票基金等。如果要处分受监护宣告人的不动产，要另行向法院申请许可，请参考民法第1113条准用第1101条。如果监护人不能胜任监护职务，可向法院申请辞任，或由其他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改定监护人。民法第1113条准用第1106条及第1106条之一。大家应该会好奇监护人是如何产生的，有3种方式产生。当然有一种是毛遂自荐，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二个是被法官选任，通常是想当监护人的人，法官没有选，或是没有人可以当监护人，所以这个时候法官会选任。法官通常会判给县市政府，县市政府再由社福中心或者是委托私人的社工事务所负责这个工作，看县市政府如何分工处理。第三是比较新的一个制度，叫做意定监护制度，是在本人意识能力健全的时候，当事人与受委任人先以书面方式指定当事人受监护宣告的时候，受任人答应担任监护人，使本人于意识能力丧失后，可依先前的意识自行决定未来监护人，而不是由法官依职权选定监护人。这个比较符合人性尊严及本人的利益，并完善民法监护制度现行民法的规定。如果你对意定监护有兴趣，会再拍一集有关于意定监护的影片，敬请期待。我是义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下一次见。